聊，我是 MC 小牛，我是 MC 小壮。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潘潘和灰灰。Hello， 大家好，我是灰灰。先鼓掌。Hello， 大家好，我是灰灰旁边的小潘。哦，哎，你们两个是之前来录过一期是吗？对，是跟拉姆跟博士。对。哦，你们4个人一起录，你们那期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不长时间录的。刚官宣那会儿播出的。官宣的当天，然后播出的那一期。哇塞，那真的还蛮有意义的。你们第一期来聊的时候，但是这期也会非常有意义，因为你们刚从泰国回来，对吧？是的。那你们这次出去旅游有没有什么就是很有意义或印象深刻的事情？你先说。就是这次泰国之行也是我们2个人第一次出国，而去那么远的地方旅行，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2个人，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2个人在里面会有摩擦嘛。会有摩擦很有意义。对，这能预判到吗？因为我想了第一次旅游2个人肯定有意见不合的地方，有小吵小闹这样，然后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可以不？哎，那你们那个小吵小闹，你们会就是一定要争个输赢吗？还是说怎么着？我们俩是这样的，我们俩白天发生了一些争执的时候，晚上睡觉前可能就会开始聊一聊，复盘一下。复盘完之后，就把各自心里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就直接抛开来讲清楚。就可能我惹他不开心，或者他惹我不开心，我们就讲出来之后开始解释清楚。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说那句话，为什么要那么做，然后基本上就解决完之后就开始睡觉了，然后就不会留到第2天。哇塞，那你们还非常和平，感觉好像解决问题很和平。这个是我俩谈到现在，我觉得一直我们俩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俩不太喜欢让矛盾留太久。这一点跟庄明如一模一样。讲。但是我吵架的时候就是那你们会就是白天然后晚上再开始就是可能一些讨论一下怎么着，但是我不行，你要当场我就要讨论个事情的对错来，也不是说事情的对错吧，就把这个事情完完全全抛出来，就可能我们俩可能都在气头上，然后他就会喜欢稍微的让自己冷静一下，但我冷静不了，就我可能我在气头上，我也得跟他去问一个原因，什么到底为什么争吵啊，或者怎么的，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不太好的点，就都在气头上，大家都不听，对然后我们就会一直，然后我有个死循环，就他越不听我越想说，对，越想说，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可能跟你们就是。但他也好在是我跟他说冷静，大家都冷静，然后他就能冷静一下，然后跟我听我在那叭叭，就2个人中和一下。对，我感觉我们2个一般吵架就是都是热战，就是我们没有说我们就是先冷静一下。对，就是都是热战。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比较逃避争吵的那种人，所以一发生争吵我可能就是不讲话了，我就觉得我们等到明天再说。我俩一样，我会觉得放一放。对，然后庄敏如就是不行，她就是必须要此时此刻就要拉着我厮杀。就是我觉得女生会有一个瓶颈期，是因为她想先来哄好我，我再去跟你讲那件事情的道理。我就是这样的，对，我们俩都是这样子。那你们还真是，你们是什么 MBTI？ 我是 ISFP， 你呢？我是快乐小狗，他是快乐小狗。ENTP ISFP， 那你们就除了 P 是一样的以外，其他3个都不一样。哎，你是 F？ 我是 ENFP 快乐小狗。你是 IS， 我是 ISFP。F 和 P 是一样的。我俩就是一个 E 跟 N 的，一个 I 还有一个 N 的区别，就前2个不一样。那你们会觉得 E 人跟 I 人就是相处方式不同吗？我感觉我俩相处方式。没有，我俩其实都还每天那个兴奋点还都挺高的。那还蛮好的。虽然我是 I 人吧，但是我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我话有时候也挺多的，挺闹腾的。感觉女生就是在非常就自己喜欢或者是完全相信的人面前，就是会彻底对，会彻底打开自己。那你们知不知道爱的5种语言？爱的5种语言具体有就是包括语言、陪伴、礼物，然后还有就是行动和这种肢体的接触。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我们4个人在心里面就是排一下顺序，但是不告诉对方。然后我们等到这期就是全部聊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揭秘一下。行，忘了怎么办？不会忘的，不会忘的。你忘了可以现在告诉我，我记着。好，那我们先想一下吧，这个。
那你们互相平时就是相处的时候，会很习惯性的夸赞对方吗？其实一说到夸赞哦，想到我们俩前阵子的一个小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时是有一天我有点记不太清，就是很平凡的一天，我俩在就是正常那种交谈的时候，当时就说到我在可能跟网友们聊天直播的时候，或者是跟我的姐姐家里人介绍他，或者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跟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都会习惯性的去夸赞他，就是会把他说的特别好，就是所有的美好的词都安在他身上那种。但是呢，那天他就有一个点说到了，就好像我没有在他面前这样夸过他。我是当时一下子我突然反应过来，我好像确实就是在面对面跟这个人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太好意思。所以他当时说完了之后，一下子就提醒到我了，我就突然一下意识到，我确实应该在主动的直接的表达我对你的一些夸赞什么的，而不是说在你不在场的时候我才敢去说出这些话。因为像这种夸赞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就相当于一个鼓励，鼓励还是要面对面的，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那潘潘会经常夸灰灰吗？夸吧，夸主要是有那也是你们会就是要发朋友圈会给对象优先浏览权吗？照片啊什么的？我们从来不在朋友圈发对方。我一瞬间不知道怎么接了。网上的，但会拍出来的照片发给互相看吗？会，对的。主要是你说，主要是我们第一是不怎么爱发朋友圈，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工作我们就是先发，已经都发到互联网上了，就没必要再发一次朋友圈了。其次我们其实发朋友圈的内容就不像是那种就可能拍个情侣照发出去了，我们发的更多的内容就是对日常日常的小幸福啊。你刚刚继续说。就是夸那是我们刚开始谈，然后1个月还是2个月，当时有一次打视频，我们2个面对面在聊下次什么时候见面。然后呢，他突然之后他有点小生气，但不是因为夸这个事儿，是因为我当时对见面这事儿有点敷衍，就还开了个玩笑。然后后来我当时问她，突然挂电话，然后我问她闺蜜在旁边嘛，我说她情绪点不对，我不知道就是我做错了什么。然后她闺蜜就跟我讲了，首先是一个见面的那个事儿，那个事不讲了。然后还有夸的事儿，她说会不会把那个今天要发的照片主动发给你了？你当时可能回复她会问我好看不？我回了2个字好看，没了。然后当时我是没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说了好看，就在我心里拿到照片，我看到他主动发给我肯定很开心啊，对不对？女朋友给自己发照片超级开心啊。然后但我发了一个好看，他没能 get 到我这个情绪点，是因为我没有主动表达。然后所以那件事我知道，他以后发照片给我尽量的去抠更多的细节，比如说跟以前照片什么不同啊什么的，也让他感受到我的情绪点。这个情绪点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到，比如说我就自个在开心，我女朋友发给我照片。更多的要让我知道，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会花言巧语的人，他有的时候夸人还是直男系的，就是好看吗？好看，确实好看，我就直接告诉你好看。但是女生的那种夸人更多的是细节，就比如说他给我发了个照片，我就会说你今天这个发型真好看，你这个穿搭也很好，就是好看在哪里？就这个就是他后面也改的挺多的，他现在就是我给他看我的照片阅览，他就会就说你这个头发搞得挺好看的，你这小丸子头，然后会说你今天这个颅顶很高啊，或者是你今天这个腮红口红不一样，就这种会比以前细节很多，但很棒。但其实这个我能 get 到，因为我其实跟小牛也是这样的，就是小牛每次会拍照片给我的时候，我就说好看不错，但是其实我也是，我们都打心里觉得是好看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你今天的腮红很棒，就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该这样夸，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就好看。关键最主要的是，就是我女朋友在我心里怎么样都好看，那我怎么跟你说好看的这句话，就是说出来这种话呢，对吧？所以就只能一个好看来结束。然后现在我也学会了，就是我现在就开始变得那种就是那种男闺蜜，你知道，就是他拍个照片，我立马嗓子展好看，真好看，我就会这样说，然后他让我给他拍照片的时候，我就会在边上哇好美啊，换下一个姿势，就这样，我已经开始学会这种假的小子。他也是，就是我的 live 图里边动图全是他的夸奖声。对，因为我觉得拍照的时候，摄影师给到很强的情绪价值，非常影响模特的发挥，是这样子的。下次应该拿个喇叭去。
是这样。但我觉得我是那种很会夸你的。对，但小牛是属于那种，关键小牛他夸的是属于就是无厘头的先夸，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我干了一件干了一件可能非常棒的事，他很热心的夸了一把，但可能我只是上了个楼梯，他也会哇宝宝你好厉害，然后就他是无厘头的夸，就只要我干出一件事先出来了，他就会夸，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棒，但其实也蛮那个。你就说是不是被拿捏了？太棒了，还是喜欢。对，但是喜欢，这就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比如说你自己倒了杯水喝，哇宝宝你竟然会自己倒水，好棒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知道吗？但是我心里是很高兴的，但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你怎么回答？好夸。对，其实对他其实说，就如果说夸人来说，我觉得没有人比小牛还会夸人，很会提供情绪价值。马上就会开一个班，你们都可以报名。因为刚刚听了一下，感觉在座的3位都有一些自己的不足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跟我来学习。小牛老师课堂。对。哎，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夸人的这件事情是需要就是学习或者训练吗？我觉得是需要的。对于男孩来说需要。我觉得不太需要。因为我觉得夸首先是发自内心，就是我当下真的认可，真的想鼓励你，我脱口而出的。就如果我要去网上学一些夸女朋友、夸男朋友的词汇，我再去输出给你，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没有那么真实了。其实女生就是在面对夸奖，还是能听出来她到底是真心实意的想夸，还是只是想敷衍我。所以他之前即使就是夸的词比较直男，我也能感觉到他是真的那样想的。是这样子。哎，那你很生气？没有很生气了吧？没有小打小闹。那你能接受就是比方说刚刚庄明说啊，你在我眼里就是最好看的呀，你能接受这种夸赞吗？我完全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我把照片发给我男朋友，然后我男朋友说你在我眼里就是最美的，我不能接受。那我给你看是我今天的照片，那你肯定要针对今天来夸吧。但我们心就是这么想。对呀，不是，我需要一些客观的夸赞，不是主观的。主要是我们说不上来，就比如说就像你说可能夸人不需要一些什么去专门学习，可是我们不学习，我们怎么知道你腮红是画在哪里的，眼影画在哪里的？我今天的发型不一样啊，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对啊，那我今天戴不一样的项链，没有人能感觉到吗？口红也不一样。对呀。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呀，对吧？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对不对？对吧？哎，那你们会觉得除了夸奖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语言可以让你觉得很棒好男人？很棒好男人，很棒好男人，很棒好男人好女朋友这种想法。我觉得除了一个语言，那就是肢体。就比如说，贴贴。就是贴贴。就如果我现在很认可，或者是你刚刚帮我倒了杯水，我可能就过去抱一下你，这样子也是一种认可。就可能是行动上的。那就如果就是语言上，除了他夸奖你这件事情以外，你会觉得还有什么事情他说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温暖吗？兄弟好强。不是那个，我知道，就比如那种无意间的举动吧，就比如说可能不是举动，就是说什么？对，就比如说我可能喝了口水，然后我倒了杯水，我热水给你放桌子上了。哦，那我会觉得，对吧？很暖。兄弟好强。那你会就是觉得对方要怎么道歉你才可以接受？觉得这是一个真心的道歉吗？道歉这个，我俩有因为过这种就是产生差异，就是道歉。就是之前会有些事儿，比如说两个人一些小矛盾，然后灰的角度就是，我虽然你看你在我视角，潘潘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呀，那为什么还要重复的讲出来这些事儿？那你这样讲出来，两个人再复盘，我觉得对我情绪也不会特别。那我们这样，你明白我意思，那就解决了。然后我有时候会据理力争，因为在那个情绪点上，我也想疯狂输出，但现在就是能想到，就是我可能要再多站在他的角度，他想这样解决，我们就顺着他呗，对吧？顺着女朋友总没错嘛。就有的时候我俩会形成一个场面，就是他一直在输出，我非常的平静。我也是。对，就是这种。那我很着急啊。这种其实让人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但是我现在也有努力的说，我不那么平静了，我也去努力的输出一下什么的，我就解决完情绪，我就会主动去讲出来什么的。我也是，我们之前吵架就是他在旁边跟疯了一样，然后我就在那个。坐在那看着，我就这样子，我也不讲话，然后有的时候会翻他一个白眼，然后就是自从上次扇了巴掌之后，再也不会了。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是需要就是刺激一下，对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不是讲的是道歉怎么接受吗？道歉哦，如何道歉可以接受？那你觉得我怎么道歉你可以接受呢？就他只要道歉我就接受。真的吗？给台阶就下。对，给台阶就下。但是其实小牛有一个非常不能说好的优点吧，就是当然他说的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就吵得很不可开交了。他一般是小事吵架的时候，他就是道歉或者怎么样，我都是这件事就直接到此终结。就他只要一说，就这件事不管怎么，这件事就已经到此终结了。不翻篇，对我就不会再那样了。但是他有的时候吧，就是让我很生气的是，就是他意识不到自己有的时候错了，然后他道歉，但是他道完歉以后。就是他不是意识到这个事情错了道歉，是因为他觉得可能不想吵架了道歉。虽然这是好事，但是让我觉得就是我明明在跟你讲一个道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举个例子。就有一次你举完这例子你就要跟我道歉。对不起，就是给你举个例子，大家。就是有一次我带他去拍一条商务，然后已经非常着急了，因为他本身就是比较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于来说就是一个司机的作用，然后我开车，然后他拍是那个。小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养乐多。养乐多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已经迟到了，然后我就在下面车库已经等他开车，他上车的时候嘴里叼着一个养乐多，然后我就说，我就知道他是什么心情，我就说你可千万别洒车上，然后我这句话刚说完，洒了，啪就洒一裤子全部都是，我说看了一眼，因为本身你迟到，我就非常着急，因为我本身其实不太喜欢迟到，然后我就非常着急，但我没办法，我说你赶紧上去换裤子，然后。特别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就是这样子做？”他给我来一句话，让我瞬间气消。他说：“我想回应你说不会撒这句话，但是说不会的时候嘴张嘴了，然后就撒了。然后你说这就让我怎么办嘛？我又生气又没有办法。那确实他想回应我是个事情，但是他确实又犯了这个事情的很错误的一个举动。但是我做到了句句有回应。对，所以这个就更让我就有堵得慌了，就明明我想跟他讲一下这个事情不好，但是他这个事他又道歉了，就让我觉得你既然已经道歉了的话，那我也没必要往下再说下去了。但这个事情他又这样子，就让我心里很难受，就让我自己会很堵慌。就每次吵架也是，就是他在这很平静，就会让我觉得他很不尊重我。我明明在跟你说一些大道理，但是你不给予我回应，就在这样坐着不说话，就让我觉得很难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还是需要一些沟通。确实是这样。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彼此身上有没有什么，不是身上，就是在说话的方面有什么你们不太喜欢的点吗？就好像有的时候我跟庄明如吵架，我觉得他语速太快，我听不清，我会觉得很烦。哎，灰灰好像也语速快，没有，不是灰灰是灰灰觉得我语速快，就是有时候我语气会急了以后就会快了以后就而疯狂讲道理。对，你想的一个男人站在你旁边，然后疯狂快速的讲一个道理，你觉得女生会听进去吗？完全不会，完全不会，我真的是烦死，真的。但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解决方法。他之前他那个急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上一秒跟你非常温柔的讲话，他突然来一句，我会觉得有点急，有点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一下子让我觉得你在凶我，我会一下子就是懵掉的那种。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你刚刚为什么要那样凶我？他就很无辜，我没有在凶你啊。他就跟我说他只是当时语速快了一点。所以我觉得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语速平缓一点。我真的感觉语速很重要。但是很急但主要情绪点在哪，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他也会说我语速快着急，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是对他凶，就是我的想输出的道理，我感觉我没有输出的很清晰，他又不理解，然后我只能加快语速或者加快一些加高一些音量，但就会觉得我在凶他，我在怎么样，但其实我只是想把这道理讲明白，一模一样。知音。出去吧你俩，不理解，出去吧你们两个，马上这期变成你们俩那批斗大会。这期是吧？全是在骂我们俩。那你们会觉得，就是除了语言之外，其实陪伴也是情侣就是互相相处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会觉得怎么样算优质的陪伴？其实吧，一开始参加偏爱的时候，后面我就已经知道我俩不在一个城市了，那就要面临的是异地嘛。但是对于我来说，异地恋完全不是一个不可抗因素。就是我甚至觉得异地恋其实有的时候短暂的分别可以让你们两个人更好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然后才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处理两个人的感情，就并不是说我们每天都要在一块儿。所以我其实对于陪伴来说的话，我希望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就我们俩共同进步，然后再用我们俩的那个共同时间去培育这段关系。我不太会是那种说如果你即使再忙，你也要抽空来陪我一天，或者是推掉你其他的工作来陪我。我不会这样子。我觉得他也是，就是像有的时候，他来北京找我，就可能那天我有东西要拍嘛，他就会在旁边陪着我，等我一天那样子的。但是这中间我可能也顾不上来他，但是他也从来不会有什么怨言，他就默默的陪伴。就是陪伴和负担是两种东西嘛。不想让陪伴说。宝宝，我今天辞了工作来北京陪你过生日，这样子一听，那回去吧你，回去吧，我给你订张票，我给你买票啊！你说你喜欢坐 C 座是吧？C 座，回去吧，超搞笑。确实，他一般如果说要付出啥的话，他不太会先口头说的，他会直接做的。蛮好的。你们两个陪伴的时间多吗？每天我们俩每天都在一块儿。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就是直接留在南京了，然后就是也没有异地的问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想过就是异地的这个问题，感觉我自己心里面可能会不是那么的想要去异地恋。我也不是想要异地恋。你们俩都是属于需要多一点的陪伴。对，那这不就合拍了吗？对，而且其实基本上就是巧的是，就是我们俩的工作正好都是在错开的，就是他有时候可能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工作，然后我就会全程陪着他去走然后我有工作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工作，然后他就会全程陪着我走。我们俩基本上都是请一个人可以得到2个人的一起出。对，品牌方付一份钱可以买1送1，是这样子的。那我如果说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本来答应了跟你一块吃饭，然后我临时有工作我走了呢，这种会生气吗？会的，我会生气的。会生气。我会觉得不是你去工作了我会生气，是我感觉你没有把你工作的这个时间就是安排好。就如果你已经答应我这件事情，你突然跟我讲你有一个工作，我可能会有点不爽，但我还是会去工作，因为我觉得赚钱很重要。那我跟你差不多想法。男生呢？那你们希望怎么解决呢？如果这个工作也很突然，你们更希望对方怎么解决？是这样。我觉得就要说到语言了，你首先你要跟我沟通，对，你先告诉我，对你不能通知我，对你不能跟我说，宝宝，我现在要去处理一个工作，很急，对，没有办法陪你了。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什么工作啊，为什么是这么突然的工作？解释完之后，我觉得都不会不讲道理的。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这时候应该站在那个女生的角度啊，好烦，宝宝，这怎么突然来个工作啊？这事我都不想接，但是没办法，他突然就来了，怎么办啊，宝宝？你让他出主意，对吧？我说实话，如果最后你们就是会把今天工作钱给我的话，我会那就全力支持，我都可以打车，我都帮你打车，你都不用自己开车了。是这样，我感觉所有的事情就是沟通就是很重要，要提前沟通。是这样子的。那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会要求就是比方说1周必须要有某一天是你们，或者是一段时间一定要某一天是你们2个人就是很正式的去约一下会吗？不会有正式的约会，但是我们俩见面的频率就是10天到12天这个样子，就见面即约会。对，10天一见还是见10天？就是我们俩异地的最高就是基本上我俩就是隔10天就会，他来北京一次，或者我去南京一次，就是可能见一次会待比较久吧。但是确实也没有办法异地每天都见面。确实。那你们以后有想过怎么解决异地的问题吗？主要是因为这个异地目前在我的心里完全不是问题，所以我可能目前还没有想过说怎么去解决它。我想的就是去适应它，适应异地恋。对，因为我觉得我俩现在这个相处的见面频率也好啊，沟通模式也好，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感情升温的一个状态，没有说对我们感情有什么影响。你会觉得这个异地需要去解决吗？就是我感觉解决虽然是双方，但是男方应该更多的想法去解决未来吧，对吧？男生想的多一点，然后同时也要着眼于当下嘛，对吧？你当下的问题解决不了，你再想一些异地的，讲一些空话，女生反而听到你在那吧嗒吧嗒说，哎，过1-2年后我们俩就住在一起，这种大空话，还不如说，宝宝，我们都要去吃一个你喜欢的蛋糕啊。但是如果就是你不讲一些空话，他又会觉得你没有未来做准备，怎么办呢？好问题啊，开始给我出招了。我觉得
这个可以讲，但是要比如1个月1次，或者是我们哪次晚上深聊，找个机会来跟他讲一下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听下他的想法。但是这个不需要刻意的去讲刻意的去每时每刻跟你滴溜一声，对吧？他不能每天都提醒我一下，哎，宝宝，你觉得我们以后要不要去哪个城市定居，或者以后住在哪里？就是可能哪天我们的深聊就会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想想就是自己当下的看法。确实是这样。那你们两个，比方说好不容易见到一次，然后但他很累，就是他就想要，比方说打游戏、刷手机啊什么的，就确实也是很累。你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办？就是你又很希望对方是一个陪伴自己的状态。这种时候基本上我们俩就在一个空间干自己得到舒缓的事情就好了。就比如说他觉得他现在很累，不想跟我聊天，还是刷刷手机，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刷刷手机，剪剪视频，会这样子的。其实他之前有一次就是之前他在北京有一次，就是他突然一下不讲话了，就整个人很荡下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呢，当时我就自己刷手机，然后他也自己在刷手机。但是他情绪缓过来之后，他会主动跟我说，说我刚刚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情绪有一点点不好，所以刚刚没怎么跟你讲话。他就会直接跟我说，然后我就会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也会就是经常性的情绪跌宕起伏嘛，就是我很认可你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其实不想跟人沟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很累的话，我就安静的陪伴。是这样子。那潘潘呢？其实我俩都属于那种互相妥协的，互相为对方想着，比如说很累啊什么的，然后我提出想法，就每次我们俩很累，他提一个按摩，然后想着，哎，你要不要去上网啊？然后我想着上网，哎，你要不要去按摩啊？就互相为对方想着，然后最终2个人躺在那里躺了一晚上，哪也没去，最终。但是我觉得也还蛮温暖的。就是你假如说你上网的时候，你会让他去干他喜欢的事情。就是我本来我想去上网的话，我会想到，哎，会不会愿不愿意？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最近是不是没有剧了？那他待在旁边会不会很那个没有要 P 的图了？然后这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们去吧，我陪你一起。我说，哎呀，他是不是太勉强了？我要不再想换一个我俩能共同参与进去的事儿。然后这时候他也想着，哎呀，我要陪他，没事儿，我在旁边自己玩玩手机，就互相为对方考虑，都是那种。不会无聊的。其实他去上网的时候，我就追剧；他打游戏，我就看电视。而且他也不会因为打游戏就不顾我。对，是这样的。我感觉有的时候女生不是不能接受对方打游戏，是不能接受对方在打游戏的时候忽视自己。是的。那我感觉庄明如和潘潘都还挺好的，就是即使打游戏也会考虑到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他们打游戏生气。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比方说我们2个如果一起去上网的话，我会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我有的时候会比庄明如还要痴迷。他都已经结束了，我说宝宝等一下，这局马上通关了。我觉得还是挺和谐的，整体上来不太会因为打游戏这件事情吵架。对，确实主要是我们俩的相处模式就是他提他想法，他就会说。然后比如说我可能在打游戏的时候，但是我很希望他在边上陪我的。其实我是个很需要陪伴的人，我可能要打游戏的，我会有的时候他主动过来，或者说我叫的主动过来，他就在我边上。我可能会把电视打开给他看，或者说让他自己玩手机什么的。但是他如果可能我的打的比较久了，他就会说那我们去看个电影吧，什么什么的。我说那也行啊，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个电影。就是我们俩都是那种我突然可能想要自己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且我们还是明确表明了我需要他的陪伴，然后但是他可能觉得无聊，他也会说他想自己干的事情。就是我们俩会一直在这种提要求，然后出去玩，提要求出去玩这样的类型，就直接说出自己的诉求。对，他可能有一次就是我打了比较久，因为我基本上都是晚上在打游戏，因为晚上我的同学们会跟我一起玩，然后我就跟他打了可能稍微就久一点，然后他就说好无聊，晚上可能出去逛逛啊什么的。我说行，然后我们打完之后我就会带他出去吃个夜宵啊什么什么，我们再逛逛买点吃的回来。然后可能然后关键他就会觉得可能你带我出去玩了，你陪了我，那我们晚上一起看一个动画片怎么样的，因为我很喜欢看动画片。然后他说那晚上我们一起看动画片怎么？我说好，然后我们就一起看动画片，然后就互相包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兄弟好强。宝宝等会儿去干嘛？对，我但是有人会站在那儿，我说你们等一下啊，宝宝我们去哪儿吃啊？等会儿这样摘个耳机在一边，对不对？他也是，是不是很熟悉啊？对，怎么了，宝宝？对。确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打游戏这件事情，你也不会很过分，然后我也不会对你提出过分的要求，然后你也不会打的完全忘我，这种我觉得蛮好的这种状态，就是互相包容一下。批人打游戏，
但是我有个坏毛病，就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打的时候，我其实是打不了很长时间的游戏的，就是我会觉得很无聊。但是旁边就是有小朋友陪着，对，我会打的很长很长时间。就我觉得他陪在我边上好有意思啊，然后我想多打一会儿，就这种。你会吗？你会吗？我陪在你身边打的更久一点。没有，会没有。他只在意他的队友上没上线但是其实我可以理解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玩就没有队友的情况下和有队友的情况下其实是不一样的。没有队友的话，我就自己都不想玩这个游戏。我觉得最开始就算好嘛，我就会观察灰灰的屏幕上，当他开始漫无目的的在哔哩哔哩上搜一些视频，我就知道了，他剧看完了，我们得走了。我打完这把撤吧，他没剧了。反正每次我说我们是不是该走了，或者是你什么时候打完，他就会那把结束立马走，他也不会一直拖，说你再等我一把，再等我2把。哇，好棒！哎，那如果你打游戏，就是你在跟队友连麦，然后会在旁边抱怨你怎么还没有打完，你会觉得丢面子吗？什么？就是你在跟你的队友打游戏，不是有麦吗？就可能我就一直催你走，你会觉得丢面子吗？他们不应该羡慕我吗？哦，真的你会这样想吗？羡慕他有你没有催。哇塞，真的，对吧？哇，你竟然会这样想，不应该吗？我这边在秀恩爱，他们在打游戏，是不是？哇，好棒啊，特别好。他不会觉得是抱怨。会觉得是很甜蜜的，会觉得是不是很幸福的是吗？哇塞，好棒。没想到这个回答了。对，真的没想到，因为就是我有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就是她男朋友觉得我朋友在她就是她兄弟面前就是这样子催促她，就是会感觉丢面子。对，哇，没想到你竟然会觉得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老婆催回家嘛。那万一真的就是让你这把就是可能打到关键局了，11比12了。哎，说实话，我也没那么不讲道理。对呀，我们也是很那个的。给他一个具体的时间嘛，宝宝5分钟解决他们。很棒，好有意思啊！你平时打什么游戏？瓦洛兰特。对，他小庄是打周比较多，我还看过他直播。哦，你怎么知道？你好了解他，关注我很久了，其实。我们2个人密连了好久。你们可以约着一起打游戏，然后到时候就是两个人都两边催。怎么了，宝宝怎么了？他们2边一边摘一个耳朵。潘潘终于等一下，好。哎呦，你俩怎么不动了？快点！别急呢，处理家事呢。这样很有意思了，那这样很有生活。那你们会觉得平时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人吗？自己？他比较仪式感比我会多一点。我也是向他学的。那你们会觉得送礼物这件事情重要吗？送礼物，我觉得是一些特定节日还是应该准备一些小礼物的。就比如说生日啊，然后还有情人节这种，肯定有一个礼物还是会让对方感到惊喜的。因为其实这个礼物，我觉得女生看中的也不是说这个礼物的贵不贵重，而是说你准备这个礼物当时的心思吧。对，像我俩就是准备礼物其实都还挺为对方花心思的，就是真的会想送一些他拿到之后真的会开心的东西，而不是说我应该准备一个礼物了，我去就是购物的时候随便看到一个什么给你买下来，不是那样的。就像我们俩其实每次分别之后的见面啊，他来高铁站接我就会带一个那个 Hello Kitty 的玩偶，就是导致我可能每次跟他要见面，我也会在期待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挂件。好棒！对，就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俩一个默契的小习惯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仪式感。它可能不是一个很贵重的礼物，但是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小点滴。哇塞，好棒啊！你们会有这种就是某种默契吗？对。但是其实我是那种有仪式感，但是这种仪式感又不规定在某一个特定节日的，就是有可能我们情人节反而没有那么注重的仪式感，但是可能在某一天的星期六、星期天，我会突然就突发奇想去注重一个仪式感，想去给他准备一些东西。就是我的有点奇怪，我的就是当然他生日啊，包括一些很重大的肯定会准备一些东西，但是我更经常的是在一些就是无意间，我只要脑袋冒出这个想法来，就会想起他，对，就会直接去做这个事情。这也很好。那就惊喜多一点。对，惊喜多一点。对，但是我也挺注重仪式感，只不过这个仪式感不一定在某个特定的节日。对，
我觉得如果男生他自己出去玩或者出去旅行工作，他可能路过了一个玩偶店，他看到了一个 Hello Kitty， 知道我喜欢 Hello Kitty， 他把它买回来，下次见面带给我。对啊，我觉得这个很戳啊。确实也很戳男生啊。很棒。给你带一个蜡笔小新。这个我要说，这个我真的很，就你说这个我真的开心坏了，你知道吗？就有一次我们刚谈就是有一次就是他跟我妹妹出去玩，然后那个时候他不让我参加，也不是不让我参加吧，反正我就不想说打扰他们，然后他们就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后回来之后，我就看，因为我比较喜欢蜡笔小新，然后他就带了3个蜡笔小新盲盒给我，说啊我出去玩了，但是你没有出去玩，那我给你带点礼物回来。每次这样。然后后来还有一次就是当时在录有间的时候，然后是另外一个嘉宾过生日，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偷偷摸摸已经开始暧昧了，偷偷摸摸暧昧啊，对。然后后来呢，他去给另外一个嘉宾准备礼物的时候，然后买了2个。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买2个？他说啊，我给别的男生送给我也要给你送一个。然后他就买了一个给我。哇，这个要我遇到我也好戳啊，就是很戳，不希望别人在收到礼物的时候你没有。对，很戳。是这样的。非常牛啊，非常牛，很会谈恋爱的小女孩，非常会谈恋爱的小女孩，非常会谈，听起来怪怪的。小女孩，等会儿，不是小牛送的，对，是我小女孩的。那你们有没有收到过，就是觉得最匪夷所思的礼物是什么？就你感觉啊，这个竟然是你准备给我的礼物吗？我俩目前来说还没有过。就他送我的所有礼物，我发现。要么就是有纪念意义的，要么就是实用型的。主要送礼物都要经过审核，先问一下她闺蜜喜欢哪个。她真的，她送我任何礼物前，她如果拿不定主意，她会问我的闺蜜，或者是问我当时偏爱的 PD， 因为都是跟我比较熟的女孩，她就会去让他们参考一下意见。那你不怕告密吗？完全没有。有一些都是他送完之后我都不知道，我是某一天突然看到了我才知道。对啊，我觉得如果就是我的朋友，她男朋友要给她准备一个礼物，我一定会帮一起隐瞒。我很希望我的朋友能收到一份惊喜。那我，那我就不得不问你到底喜不喜欢那个包了，因为就是情人节的时候我送给赵妹妹一个包，但是她从来没用过，从来没有背过，所以你到底喜欢吗？现在都在酒店呢。你就是最近才开始，但是我已经送了很久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人有个坏习惯，就是不爱背包。不是不爱背包，就是它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会先不用，就让它以一个就是新的姿态就摆在那儿珍藏。对，珍藏一下，就什么时候会用，那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可能价值观里面，包啊就是一个实用性的东西，它可能在我没有达到一些很高的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的话。对于我来说，有些贵重的包背出来，反而会让我觉得有点压力在那儿。然后，但是小牛那次给我，而且加上这是小牛送给我的礼物，而且这是我第一个那种双肩包。其实我一般就是不背双肩包，然后我就会很珍惜这个包。然后我就想的是，我有一种就是很怪的，就是我一定要在一个特殊场合、一个很隆重的场合背出一个很隆重的东西来才可以。然后我就一直在等那个特殊的场合出现。就是我想的是，就比如说可能什么去参加一些某活动时装周啊或者之类的情况下，我再把这个包背出来。对，但是没有办法，品牌方没有邀请过我。那你们会希望就是对方送给你们礼物之后，你们会希望他是就常常使用，还是把它就是珍藏起来？小牛刚刚说到那个，就是你送完他包着还没用过，我就想到我送他的第一个礼物是香水。因为我觉得气味是情侣之间，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香味能让一个人记住另外一个人，闻起这个香味就想起这个人，所以我送他的第一个礼物就是香水。然后后面我发现他没有喷过，我还问过他，我直接跟他说了，我说因为我想着下一次送礼物我可以改进一下，我就直接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那个香水，然后他就跟我强调说他也是在重要的场合才会喷，他说平时生活中不喷。我上大学我出去买个饭为什么涂这？这是我女朋友送的香水，我好好用啊，很珍惜啊。对啊，我平时出去我为什么要背那么隆重的包？那是女朋友送的。昨天我跟你见面我喷了好多呢。昨天我特意把我的包背过来了。是呀，对呀，是这样的，就是没招了。我是觉得就是一个送的就本来就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一些心意来说，就对于我来说是更加一个珍惜的东西。我甚至都恨不得把它就是
摆在我家里的一个柜子里面。但可能女生就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想法，所以我们更需要表达嘛。那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嘛。对，我那天跟他说，他说不信，那没招。那你们有收到过对方送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你们最喜欢、最开心的。我觉得是我生日那天，他其中一个礼物是他自己就是手工的一个相册。其实那个为什么对于我来说比较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在节目告白那一天，我送他的一个就是我自己 DIY 的相册，然后他在我生日那天回了我一个。哇，好棒！对，因为其实我就是网上有一个布织布相册，网上有一句话就是说，女生在送出一个礼物的时候，正是她想收到的礼物。其实我在给她准备那个 DIY 相册的时候，我当时在想的时候，我说，从来没有人给我送过这种手工的相册什么的。然后我生日那天我就收到了。然后再包括后面也有他手工过程的一些视频什么的，就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你还会挺感动的，因为也是做了挺久的。上面的照片都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晚会啊，或者是第一次约会啊那种合影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好棒啊！你也是吗？就你送出去的会是你想要的吗？不是。你有小庄送的特别雷的礼物吗？小庄送特别经常送，就是因为我没事会送一些稀奇古怪。对，我会觉得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我没事会送一天雷的东西。他有一次送了我一双水晶鞋，就是那个塑料水晶鞋，而且是红色塑料水晶鞋，并且甚至不是高跟鞋，就是一双平底鞋，像拖鞋，在那个集市上面会卖的那种塑料水晶鞋，好帅，而且它还是精心的包装，然后送给我的。但是还好那个不是你真的就是想要送给我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我真的会生气。我就知道，所以我就搞怪送，对，搞怪一下，对。是这样的。想收到吗？好想看看那个水晶鞋，我的妈呀！那你觉得我送给你的，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分别是什么？一定要说个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吗？最喜欢的吧。最不喜欢的吧。最不喜欢，一定要说个吧。你先说吧，要不然。你先说。没有啊，根本没有。都很喜欢因为慧慧还会直接问我需要什么我会问，那你会说吗？他上次，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你缺什么？他说耳机、背包、衣服，我在旁边。哎呀，这不应该我直说吧？好怪啊！对，他也是问我，你知道吗？其实我感觉哈，就是每一个男孩的心里其实也住着一颗女孩的心，就是想要惊喜。对，他其实也问过我说，可能你过生日想要送什么？我说假设我想要一个玩具，可是我直接告诉你的话，怪怪的，我就是感觉就跟你索要这个玩具一样，就是如果你准备一个惊喜给我的话，我拆开是我符合心意的。我说哇塞，太棒了！但如果我告诉你我想要这个玩具，你再买给我的话，感觉就像是我朝你要钱花这样子，就有点很奇怪。但是你常常跟我说，宝宝，我好想要这个玩具。对啊，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就是情侣之间的聊天日常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更喜欢，是吧？送我个惊喜给我，暗示一下。因为当时我是真的觉得有点灵感枯竭了，我不知道该送些什么了的时候，但并不是说我没有那个心思去琢磨，只是因为我当时真的很想送一个，因为自从那个香水它很少喷之后，我就特别想送一个它真的能用到的那种实用型的礼物，所以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买看中的还没有买？其实我觉得这也挺有意义的呀，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女朋友来替你完成或者来送给你，我觉得这也很有意义。对，是的。那我购物车里多了去了。但是其实每天都是节日，这个我真的非常有印象，你知道吗？有一次就是前2天我给他准备生日礼物，但这个时候我3个月前就在开始琢磨送什么生日礼物了。后来一开始想，他说他缺台那种电脑，他说他要剪辑。我说那好啊，他就无意间提醒嘛。我说那我送他个电脑。我刚说完这句话，第2天他妈妈跟他去买了一台。然后后来我就看他有了，我又不好意思说，我说啊，我想给你准备生日礼物，但是你买了。然后后来我又在跟他聊天，无意间打探，然后他说他有一天跟我说他想要一双高跟鞋，我说好，然后我怕他又买，我还跟他说，我说高跟鞋啊，这天穿可能有点凉吧，这不合适，我就一直在劝他说不要摆，因为我要准备高跟鞋。然后过了第2天，他说我妈妈又给我买了双高跟鞋，我说啊，那我应该送你什么？然后后来他就一直跟我强调说他想养只猫，然后我想，那我这回他不可能再让他妈给他买只猫了吧？我说那我就给他买一只猫吧。后来我想想，就他喜欢的那种猫，就是因为他的品味跟我的品味还不太一样，就是不是说品味不太，就是他喜欢的那种小橘猫，
不是小橘猫。是什么猫？我就是喜欢猫咪，就是那种胖小胖的圆胖圆的，胖很可爱的。但是我其实不怎么喜欢猫咪，就是甚至有点害怕猫咪。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说那我给他买只猫咪吧，到时候。后来我又害怕，就是我买的猫咪不符合他的心意，但毕竟这也是一条生命，我买了又不可能不负责，所以我又在纠结这个猫咪到底要不要买。我想出所有的办法，或者说，哎，算了，不买猫咪，我再想别的吧。然后这个事情已经困扰我3个月，你知道吗？我甚至问了拉姆，问了博士，就我们身边的好友，都一直都，他们也是琢磨不透。后来我还是自己。半边脑袋可能掉了不少头发才想出来。半夜起来，他到底喜欢什么呀？对，真的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有一次我们稍微了一段时间的异地恋，我在那打游戏，打着我就是一边打游戏，我这手里一边逛淘宝啊，所有购物软件逛一遍。我说他到底需要什么呢？然后就一直熬到凌晨3点钟，我一直都没有想好做什么。我一直在打探他的消息。我说那算了，先睡觉。那最后送的满意吗，小妞？非常，我真的狠狠的哭，高光时刻。对他真的，但是你知道我在上一场的时候我提过了，怎么办？哦，是吗？上一场已经说过了，对，是感动的哭了，再提一遍。其实就是我这次过生日，然后过生日我不是回山东过的，因为我想跟我爸妈他们一起嘛，然后我就回山东过了，然后庄米如就要从连港来山东找我。然后我问他，一开始其实有很多巧合，但是我没有发现。他一开始我问他是几点的高铁到山东，然后呢，他跟我说他是4点23的。我说太好了，宝宝，我是4点32的。我说那我们在那个高铁见面吧。然后他说宝宝，我看错了，我是3点半的。我说哦，好吧，那你就看错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宝宝，那我要改签一下吗？我可以改签的早一点。然后他说不用，你自己先去吧。然后我当时以为他生气了，就我以为他是不是觉得他跑过来很累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过生日他生气就生气。然后他就自己来了。然后就是我们当时，然后我就去开了酒店嘛。然后后来我跟我朋友他们一起吃完饭回酒店的时候，他说他要打车回，我说行，他就打车。然后我在车上睡了。然后我一起来，我发现不是我订的酒店，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想说这么一点小事，你就是打车到酒店你都不能，就是既然都打了一个错的。然后我刚准备生气的时候，刚准备勃然小怒一下的时候。然后我看庄明把那个 pocket 打开了，然后我就感觉这肯定是某种惊喜吧。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陌生的酒店，然后到那个房间门口，他说让我在门口等他10分钟，然后我就在门口等。然后我一打开门，他又从一身运动装换了一套西装，然后还打了一个领带，穿一双皮鞋，他很正式。然后他说你进来吧。然后我就进去，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摆了好多好多蜡烛，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气球。然后那个蜡烛中间就是有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呢，他就说我套圈，我套到哪个就可以得到哪个。然后我说那我可以多套很多吗？他说可以。然后他说你亲我一下，我就给你一个圈，你就可以套一下。然后后来我去套圈，然后我就把那些所有的礼物就套完。然后第一个礼物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双很高跟鞋，对，那双水晶鞋。然后第二个礼物拆开就是一双高跟鞋，就是很漂亮的一个白色还带羽毛的高跟鞋。然后第3个礼物是我之前不是跟他说，我说算命先生说我命里缺金，然后就是送我一个那种就是中国黄金的那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礼物就是还有一个礼物是我当时拆那个盒子，然后是一个爱马仕的盒子。我说宝宝你送我是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你拆吧。然后我拆里面什么都没有，他说我骗你的，我不会送你爱马仕的。然后我就说好吧。结果他突然之间就是把手这样子伸到我面前，然后说因为爱马仕的项链在这里，然后那个项链就从他手里这样掉出来。哇！我当时直接就是哭，我真的有点泪目。就是我不是因为送了我很贵重的东西，我是觉得很有心，好用心啊。然后关键是我一抬头，然后那个桌子上面还有很多礼物。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他说那些礼物是他就是联系我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送我的礼物，就是全部就准备在那儿了。然后他说今天这些惊喜其实他朋友就我朋友也都有参与，默默准备。哇塞！而且他也不是下午才到的山东，他是早上6点就到了。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好有心。但是我要说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我订好一个酒店，然后我不是得跟他再订一个酒店，然后他让我先去开房就是办理入住。然后我到那儿，那个前面的人说你好，你在别的地方开过酒店了，这里不能再开。然后周围都是人，你知道吗？他以为我是那种时间管理者。对，我说我还强装解释，我说我比他先到，我先住了几天，到今天还能。他说不行的，先生，你必须要么让他来办理入住，要么你就不能
等他退房，这边退房了才能开，我还得强装解释，然后旁边都是人在看着我，你知道吗？我就很尴尬。我说哦，那我，然后我又怕就是他去开房的时候，可能那个人跟他说他在边上可能开了一间，我怕他怀疑。结果还好，他上去就直接把房开好，然后也没多问我什么，我说还好约上了，就很尴尬。那人真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一切都安排的很顺利。对，一切都安排很顺利。主要是因为我感觉我蛮相信庄明路的，就是我没有他说啥你就不会去怀疑。对，就是我觉得挺有安全感的，我不会想到任何一种抓马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两个身上，所以他讲什么我都会蛮相信的。我甚至感觉如果有一天他一整晚都没有回我消息的话，我可能也会睡得很香啊，就不会有很多的怀疑。那肯定是我在打游戏maybe 那你们会希望收到对方送的花吗？哎，我俩还真的有针对这个花说过。我俩很搞笑。之前就是我去高铁站、飞机场接他，我就会带一束花，因为我觉得花就是不一定只有女生能收到嘛，就是，然后我就会带一束花去接他，然后后面他就也会反过来接我的时候也会带一束花来接我，但是再到后面呢，我们就会发现那个花枯萎凋谢了，我们就直接丢掉了。其实它其实不太实用，然后我们俩有面对面直接说过，说我们下次就是不要去准备花了。从那之后就改成了一个 Hello Kitty，然后那个 Hello Kitty 所有的现在都在我家挂着呢。哇塞，好棒啊！对，我有时候就是根据不同的衣服、包包来搭配那个挂件。哇，好棒啊！好吧，什么？我有送你花好吗？那你会希望收到我送的花吗？其实是希望的，但是我不说，就不是，就是我不是希望就是那种可能接机或者怎么样送花，我是就是也是想跟我一样，因为我肯定做出的事情就是像你说的，我做出的事情就是我想接受的，就是我想可能冷不丁的时候突然来一下，就不一定是花而已。我觉得就是能感受到一种心意。对 Hello Kitty 是一种心意，花也是一种心意。你只要准备哪怕一点，你给我带个蛋挞，我想吃蛋挞，哎，好爽。哎，对，就不限于这个东西。特别好。哎，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还蛮希望对方能送的，但是对方一直没有 get 到的东西？哦，先许愿了，现在开始。其实我觉得他能 get 到。其实他也有一次就是你上次他送完一个礼物之后，当时就有说我是一个特别爱戴耳饰的人。然后下一次见面他就给我带了一个耳饰，就是我去南京找他就给我带了一个那个耳钉，而且是他就是也很认真的挑选的，就他挑选所有礼物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就会问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就这个是非常需要耐心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也说就是如果你这个不太适合不太喜欢，我可以带你再去换。哇，好棒！对，他不会想着说给你就完事儿了，也不管你喜不喜欢。哇，好棒！还有售后。对，还有售后。你知道当时售后很搞笑，他打开那个盒子，我说宝宝，等会儿我们浪漫惊喜过了以后，你先别带，你看这个款你喜不喜欢？先别带，这个带上以后就不能换了。但是你不觉得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落吗？就可能说我自己准备了一个比较不太成功的礼物吗？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就是我们是惊喜过程已经完结了，然后已经送完了啊，这是耳钉。我说对呀宝宝。然后后来回归现实，宝宝。这个你真喜欢吗？我还有2个款式的图，你选一下。还有备用方啊！因为3个一直纠结。哇塞，好棒！但最后我还是选了他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首先一个是他挑选，他可能个人会比较喜欢的，其次是确实也很好看。确实。那盼盼有什么希望灰灰送的吗？希望灰灰送的就是能用上了吧？这里提一句了。你怎么知道他给我送了乌体满改键盘啊？你怎么知道他给我送了狗屁王5代？什么？但是我感觉旗鼓相当啊。那个真的，那个键盘我真的因为我其实送其朋友礼物什么的，我基本上就是我觉得这个你需要，你用得上，女孩子我就直接送了，因为肯定能用得上。但是我给她在挑礼物的时候，我就去参考了我打游戏的闺蜜。我就问他，我就跟他做了很多个选项。我说这几个键盘里边，你觉得像小潘这种爱打瓦的人，哪个比较实用又好看的？然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讨下来，我就买了那个。而且那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平时小潘来我家里的时候，我家门口会堆满很多快递，他就会直接帮我全拆完放在家里。然后那天是我们刚从长沙旅游完回来，然后呢算日子，那个快递已经到了，就相当于已经堆在我家门口其中之一了。
然后当时呢，他一回到家，他说他有点累，他要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拆那个快递。我当时其实想的是能不能快点去打开那个惊喜，然后我就有点就小催了一下，我说能不能去帮我拆个快递？然后呢，他就拆到那个键盘，他说你怎么会用到这个键盘？我说给你买的呀。他当时也很惊喜。我在想你怎么开始陪我打游戏了？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会让我感到同样的情绪反馈的，就是他就拍完照就发朋友圈了。就是我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喜欢的，而且他后面每次打游戏都带着那个键盘。哇，好棒！就心意重要，心意的回复也很重要嘛。他会给到一个回馈。确实。我想插个题外话，就对于我们男生来说哈，送礼物你会更希望是实用一些的，就是还是花里胡哨就不实用一些的呢？就是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点，灰灰送我就行。那抛开灰灰抛不开。就是可能，我觉得，你送这个礼物，我不管是实用的还是花里胡哨的，我想要的就是心意或者是理由就更直接一点。比如说你送我相册，就因为你觉得这几张相册有很意念啊，不是。很有意义。我觉得就你送这个相册很有纪念意义，比如我们泰国，我把它编成了一个小册，你把这句话给我，我觉得这句话比这个礼物更重要。对对对。那你属于是希望收到比较走心的礼物？它这个键盘都很走心，我觉得。对，我俩都是比较在意那种心意的。那你们会觉得礼物实用性更重要一些，还是这种纪念意义性更重要一些呢？都重要，对方喜欢嘛，都要。所以他会像我生日，他那个相册是他 DIY 的，然后他还会在可能赠送一些其他我能用得上的这样子。他都会。对，哇塞！当时拆礼物是这样，很搞笑。我这边放一个，这边放一个，然后他回宾馆，宝宝等会儿，第一个礼物，啪，一个花是当时我让他先送酒店的，然后我说这是情绪价值类的礼物，然后拿个相片。这是纪念意义的，手工做的，然后又拿个手机壳，这是你能用上的礼物。因为当时我第一次陪他过这个生日嘛，然后我觉得三者都要嘛，这样子也能顾及到，万一你说我就送个花，送个那个，他会觉得我没用心啊什么的。对，其实当时他那天是坐最早的高铁来的北京，我觉得那个心意就已经很重要了。对，我们两个浪漫的男人。对啊，你们两个6点的山东和6点的北京，哎呀，怪不得你们俩能谈到女朋友呢。但是其实我要说一些就是比较现实的一些东西了，就假设现在就是可能各位都没有钱了，说俗套一点就穷了，那你们会觉得这种礼物这种性质还是就能接受吗？就还是说必须要有礼物？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其实这个有点，就是我觉得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是否要送自己力所能及内的礼物吧。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这段时间确实你的收入不高，我不会说要求你要给我送一个价值比较昂贵的礼物，我会觉得你给我带了一个小蛋糕，或者是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个 Hello Kitty 的小挂件，其实都是一个仪式感的礼物，其实就够了。那如果就是说就是有或者没有呢？就比如说可能我就是可能收入不高，我可能会不送礼物啊，不准备礼物。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还是说一定要有这个礼物？我一定要有。说实话，我也会生气的。对，因为我这个生气来源于落差，因为他跟我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会布置、很会精心准备的人。结果有一天他跟我说了一个理由，就是我这个月的收入不高，这个礼物就先取消了。我会觉得你其实不是因为收不收入，你是心里那个我的分量变低了。我也会这样觉得。对，那如果一开始就是这样呢？一开始就是我不会跟你谈，直接分开。我给你买张票，你回去吧。我还坐 C 座，宽敞。那换位思考呢？那如果是我们女生这样子呢？其实其实我实话实说会有点难过，但是其实如果就是真的是因为可能经济收入来源不太好，或者没有礼物怎么样的，如果就是已经谈的话，我会接受没有礼物的这个事实存在的。但是确实是会，就是谁可能在一个生日中，你没有给我准备礼物，你可能怎么，我会有点小失落。但是如果确实是这样，经济环境不好了，或者怎么样，大家都可能没有钱，或者说是那个怎么样的，我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你可以接受？
现在不行了，你说这句话就不行了。但是我觉得肯定会送的，因为我自己也会在给你准备礼物、给你制造惊喜的时候获得很多满足感。对，就想象着我送这个礼物他开心的样子。对啊，我会很开心的。是这样子的。那你们会感觉就是行动比语言更重要吗？我觉得行动一定比语言重要。就是我觉得他有个优点，就是他在付出一些的时候，他是直接行动，不是说的。这个是我很看重的，因为有的时候，女生可能更容易感到负担和压力，就是他老是告诉我他为我准备这个，付出了多少，然后抛开了多少重要的事情，就为了给你准备这个，我会觉得很有压力。那你还不如不要替我准备了。我也会。对，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带着一种满足的心理去给我准备了之后，看到我开心的样子，你也开心，那我觉得这个行动一定比语言重要的。是这样子的，我也会觉得，如果对方跟我强调了很多的话，我会觉得好有压力啊。会。是这样子。你们会觉得压力吗？我如果现在天天跟你说，我请假就是来南京陪你，你会感到压力吗？买票回，他好开心啊，他能见到就行。确实是这样子，只要你能来，你管你怎么来。但其实那个送礼物嘛，就是有时候你刚刚说男生说的比做的多，然后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了，宝宝这个生日我要给你送一个服饰类的，然后我准备礼物过程我会把这个作为一个任务，比如完成这个送礼的任务，但如果我没告诉你，我会把你开心作为一个最终的任务，就我做完这个礼物，我觉得男生的准备过程也会感觉会不一样。对，如果我没提前这样说一句的话，我就自己默默的去准备。是这样的，是这样。那你感觉你这次过生日，你觉得你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是赶上6点那班车。好真实，确实是，不然后面一切计划就泡汤了。对，我的任务就赶上6点那班车。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设想，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是蛮喜欢惊喜的，我而且也是蛮喜欢制造惊喜的人。我会就是他越想说可能要什么，我越不会准备什么东西。就我越想告诉他，我其实准备的惊喜比你想要的更加的豪华之类的怎样的，所以我会越瞒着越去刻意去准备更多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来说。这很好。那你们觉得你们平时谁会行动的更多一点？你觉得呢？我觉得都有，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吧。灰灰可能最开始，但现在也改变了很多。就是最开始可能是默默的喜欢着那种，但是你细心去感受也能感觉到。然后而且有一次还是她闺蜜偷偷跟我说的，灰灰其实很想跟你见面啊什么的，就那次视频以后。然后我也是从她闺蜜口中得到的，但现在就是灰灰能向外表达更多的，同时也让我知道。然后其实我俩都还挺实际的，就是如果现在想你了，我就努力去找你，就都还挺行动力的，就并不是说我俩打个视频告诉你我真的很想你啊，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啊，就一直这样说，就还是要行动重要的。你想他就直接去见他嘛。那你们觉得你们当时在岛上的时候，就是最被对方吸引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真诚，就真诚。你觉得呢？我觉得灰灰吸引我的点，就是你有哪个瞬间就觉得我就要跟他他知道。他有跟我说过，他说首先你的外貌就是我喜欢的。这个是首先，是吧？这个是首先嘛，对吧？我的目光会放到他多一点，但我也有跟他提过，就是在岛上最心动的点，我跟你提过，我在节目上也提过，我在酷聊也提过。你再说一次呢？提过，就是最后一天嘛。我知道你提过，我说你再说一次呢？我说是吧？想听我说。原来是这样哈，就是那次我们最后一天嘛，表白夜嘛，那会儿我的想法，又要重说一遍，好害羞。就是那天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岛下慢慢接触嘛，因为灰灰当时其实我们在表白前还在化妆间碰到一次，然后有个很搞笑的对话，我说你紧张不？他说我不紧张啊，我说我紧张死了，然后他说那你紧张吧？那我感觉到那灰灰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岛下慢慢相处嘛？然后不会给出这个结果，但肯定是那种半合那种感觉。我说 OK， 我有一个心理准备了。然后上去的时候，然后灰灰一直没打开那个盒子，两个人一直在互换礼物呀，然后互相表达这12天来的想法。然后我说走吧，咱们开开心的离岛，我给了。然后灰灰可能因为保守嘛，因为12天嘛，你说这时间也太短了嘛。然后后来他就把那个粉色砝码拿出来，我说哎呦，藏了一招。
就他以为我不会给出那颗告白的砝码，结果我在走之前就直接坚定的放上去了。就那个我当时节目也播出来了，我当时他很震惊，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肯定会给的。因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对这段关系一定是真诚，而且我们虽然啊，就是大家觉得只有10几天，会觉得特别短暂，怎么能就开始跟一个人开始一段恋情呢？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去思考过的，我们俩也有挺多次深入聊天的，包括对对方也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但我觉得更多打动我的就是他当下的真诚。就他那个真诚会让我觉得以后遇到的问题也不是问题，我们可以解决，就是有那个勇气去面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可以放上去，可以踏出那一步。哎，那你们呢？好棒！来说出10个他最吸引你的点。10个吗？是的，这都就他的所有都是啊，不用说出10个，可以。但其实我们首先就我们上的也不是恋综，其次就是我们可能对大家也说过，就其实我们俩其实不是互相对方的理想型的状态啊。但是其实为什么会选择最后在一起或者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事情是让我觉得他很闪光点，就是他会一直陪着我，不管我做什么事。就是其实当时我跟他还不熟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在友间其实是属于比较孤独的一个吧，就是因为。当时的活动来说，就剧情包括发展来说，其实我比较孤独的来说，然后后来他就会一直陪着我玩，不管，而且最主要的是，就是你想哈，一个男孩去玩一些男孩所愿意玩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女孩去愿意陪你，那其实是很感动的，就好比我在玩泥巴，他陪我一起玩泥巴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就让我觉得这个女孩好有意思啊。你吸引到我了，女孩就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一直关注她，然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其实他给我输出的所有的都是一些正能量向上的内容，没有任何的说，你怎么样。他每次说话，在我面前说话，全部都是开心说你很棒，你真棒，你好，就怎么样的，好帅之类的这类的话语，就让我会觉得他可能对我有意思。没有开玩笑的，就会让我觉得很心动了，让我觉得对他有点心动，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去跟他接触，邀请他去玩啊，怎么样的，然后最后就。稍微的地下瞒着大家，当时其实瞒了很多人，连我们俩的 PD 都瞒掉了。但其实我有跟我 PD 讲，是吗？但是我不是跟你说我有跟你谈恋爱，我是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很不对劲，就是因为我感觉一开始我们两个就是玩的很好的朋友，在我眼里，然后但我就会跟我 PD 说，我觉得好像就是有点怪怪的，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暧昧的小氛围了，而且我就觉得庄明是体育生。我是吗？我就会觉得这种身份下，然后再加上是在这样的一种录制的环境里面，就是我不知道这种感情，如果我们选择说跟大家公开的话，就是以后会有什么发展？我会考虑很多。你们当时不会有这种顾虑吗？会。他为什么不确定我的想法，也是因为我给他的感觉是我是一个顾虑很多的人。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说，就真的就是他当下那个真诚，让我抛开了一切顾虑。选择明白，我感觉会不会是一个就是看起来甜甜的，然后很乖的一个小女孩，但是我觉得还是内心很有劲儿。你觉得呢？有劲儿。开玩笑。我确实是，可能跟外表有一些还是有点反差的。我心思是一个很敏感。我会想很多，我其实也会把一个问题举一反三的去，发展到其他事情上面。就总之来说，就是一个挺顾虑的人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也挺互补的，就是他比较开朗。就在我会想很多的时候，我会想着自己很烦，想着想不通之后我就难过。他就是心态特别好那种快乐小狗，所以这方面他能给到我很多鼓励和情绪价值。好棒啊！那你们觉得对方有没有做过某一件事情，就是他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塞，这个人在自己的心中瞬间就是变伟大了？你先说，因为我老是这样说是吗？对，我老是跟我因为你知道女生就是爱分享一些自己开心的时刻嘛，所以经常她干了一件什么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我就会跟我姐说，跟我闺蜜说，就会很夸张的那样说。你说呢？会变伟大，就是因为最开始在岛上嘛，在我的视角下，我感觉会是一个不太会为对方去妥协一些点，但是
在我们开始恋情这段时间，他有听我讲的话，然后有知道我的情绪点，然后有慢慢的在改，对，所以这个改变是让我觉得他啪的一下那种感觉。好了，就是有为他做出一些改变，为这段关系就是改变自己之前的一些小缺点或者是不足的地方，这也是两个人慢慢变好。但他说法上，他每次聊天，我干嘛要改变？对，我是这样子的，对我是一个比较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嘴硬，我是一个嘴硬的人，我就会说，我觉得我没有错啊，我不应该改啊，我应该做自己。然后下次就会发现我还是妥协了。但是我首先我会去思考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我做的不对。如果真的是我不对的话，我一定会去改的，因为这是我的一个缺陷，而不是说，一直无理取闹的要坚持着做自己的理念，不是的。双方的感情一定是双方共同妥协的。明白，是这样子的。那你觉得潘潘会有某一件事情做，就是让你觉得某一件事情，我觉得事情没有一个案例，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心思，就是他是比我考虑未来要考虑的多，考虑的远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深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抛出一个他未来的规划，然后那个规划里有你，就那一下让我真的是把这个感情更放在上高一个阶梯这样子了，就是那个瞬间会让我一下子觉得，哇塞，原来你想了这么多，原来我在心里这么重要，就这种。明白，特别能懂。对。但你们就是我们俩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个疑问点，就是在双方之间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男生说太多，会不会让女方感觉到你在说空话、画饼？对，但其实是有这样的。你说这个男生跟你说一些未来的规划也好，或者怎么样，说多了又会觉得我们画饼，说少了你又会觉得我们未来不在你的未来。对，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感觉就是可能不算一个很积极的看法吧，但我会觉得他跟我说到这些承诺的这些，他当下绝对是对我用心的，但是我不太会就是觉得这个承诺以后一定会兑现，所以我就只享受当下我听到你对我的这份承诺、这份用心就好了。至于以后的事情，我就觉得交给以后。我也是这样，我觉得你可以做出一个承诺，但是你不要去轻易改变这个承诺中间的这个走向。就比如说，他或者是觉得我们未来一定要在一块儿或者怎么样，但你不能说你们俩在相处的中间遇到了问题，你不去解决，你只去想着我们应该在一块儿，那还是要是这样的，去努力面对问题的。对。就是你跟我说我们永远会在一起，我当下听到我们永远会在一起，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不会就是拿这个承诺，我会觉得要捆绑或者是要怎么样。即使有一天说结局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但是在当下我听到你说我们永远会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开心。我觉得那就已经很足够了。如果我当下听到一句让我很开心的话，我还要考虑这句话的真实性，我觉得那好累啊。那我每天没有什么让我开心的事情了。确实，是这样的。那你们会有没有一种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潘潘做了很多或者说预谋了很多事情啊什么，但是最后好像到珂珂这里你感觉没有达到你预期的他会那么开心的那种效果，就没有你做完事情之后觉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做的事儿应该是没有，但刚刚那个规划跟这个问题我觉得能关联到一起。就刚刚我们是做未来规划嘛，我往往会抛出一些，但珂珂做法我也是理解的，就是他可能更多的是放眼当下嘛，然后我会抛出更多，然后他的反馈给我，放眼当下，但是我是理解，但我心里会有点感觉落差。对，然后你说，这段珂珂也跟我说嘛，但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跟你这段关系，无论结局与否，我是会很开心的，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两个的。但是当下听到我那个还是有一条点，他听到的是你的意思是我们未来迟早会分开吗？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不去纠结那个结果如何，这个过程我一定是成长的，一定是快乐的就够了。那我刚刚说那些话你不会觉得有点难过吗？但其实也很好哄好，你后面加宝宝这假设，对啊，假设，哎呀宝宝你就这样说一下，我们男生哎呀好对，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男生一般都很好，对啊，很好的，稍微一句就哄好了。我知道你们现在是在讨论嘛，就像这边有个那你们会觉得平时就是你们会觉得肢体触碰对自己来说很重要吗？
就是我俩当时那个节目播出期间，就有很多粉丝就是说我俩是生理性喜欢，就说我俩就是总是在人群里就挨到一块什么的。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肢体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的表达。就你喜欢这个人，你不仅要靠说，你有一些肢体行动也挺能说明的。就比如说人群里啊，我可能对这个男孩更有好感，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就再靠近他一点。然后在他靠近我的时候，我不会去抵触，这就说明我心里其实已经偏向他那一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肢体接触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如果是不喜欢的异性的话，那肯定就是不会接触，对，走开点。对，就会很在意那个边界感。是这样。那盼盼会觉得吗？我会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比如两个人相处过程中嘛，那这我们之前也吵过架，因为他在忙一个事情。他觉得你都看到我在忙了，就是你不应该更加体谅我吗？然后我还要无理取闹一下，你知道吗？每次他在剪辑视频啊，我在旁边，我说宝宝你怎么不贴着我做了？我也会这样，你也会吗？我也会这样，我也这样。对啊，他就非要我贴着他。到我觉得身体触摸，比如说你在忙，你这样捏我，哎呀宝宝我在那个，然后我说哎呀那我开心了，我去一边了，然后我可能就是需要这么一句。然后所以就这样一个身体触摸能给我的感觉不一样，我能感觉到你在忙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我就很满足了。这个我有反省过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在陷入自己的一个事情做的时候，我就会忽略旁边的人。对，我是真的不是说故意说怎么样的，我是一下子就不小心忽略了他，这个我后面有想过。我跟你一模一样，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处理消息或者怎么样，我甚至会听不到别人在跟我讲什么，我也是，我真的听不到。然后就是到最后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庄明儒已经开始生气了。对，但我真的没听到，我就是一个只能单线操作的一个人。而且我平时在路上回消息，我就会站在那儿开始不动啊，我也是，我没有办法做到一边走路然后一边回消息。你知道吗？我这边的肌肉比这边的大，你知道吗？就是明显他每次跟他去逛街的时候，他这不动了，然后我这时候得搂着他往前走，然后这边就得使劲儿，我从这头走到那头，我已经流汗了。我也是，我经常在外面回信息干嘛的，我就这样拉着他，我说你带着我走，我就这样一直低着头看手机。你还知道让他拉你一下，他就杵在地上就不动了，他甚至头都不抬。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也觉得那个身体的触碰很好。我是那种非常非常粘人的一个类型，我就是在街上我都会把他抱在怀里往前走的那种人。就是我可能就是不管在家在那个，我跟他大部分有一块皮肤必须得是粘在一块儿。是有点夸张，但事实上这样。但是我如果打游戏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打游戏的话，它必须得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对，视线范围内。你的耳朵范围内。他甚至得在我眼睛范围内，就我这样子能看到他。哦，那所以说感觉是盼盼会更喜欢肢体接触一点吗？都喜欢。我觉得我俩一样。都喜欢。就我喜欢上以后，他发现哎。他也挺喜欢的。我觉得肢体接触这个东西，只要有一方抗拒，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肢体接触，就一定是他触碰我，我喜欢或者是不抵触的，那才行。哎，那你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人一整天都没有，比方说牵手啊，或者是拥抱，你们会觉得奇怪吗？奇怪啊，一定是有一方生气了才会这样。确实，这肯定，这当晚就要聊开了。你今天为什么都不牵我，都不跟我，就是说。这不是当晚，这得立马了，我觉得。立马就闹了，他就闹了。哇，我感觉你们两个感情真的很棒，因为我觉得我问出这个问题，你第一个反应是因为对方生气了，而不是对方不爱我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你们感情真的很棒。因为目前我不会想象到这个人不爱我了。我也是。对，我只会觉得你是今天发生了个什么事才让你这样。对，是这样的。天啊，很棒啊！感觉那个导演组找到了很棒的嘉宾。导演组很会找。对，真的很会找到了很棒的嘉宾。那我们就聊到刚刚我们说那个爱的5种语言。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猜测一下，就比方说潘潘可以先猜一下，你觉得灰灰他这5种语言，你觉得是怎么样排序的？让我想一下。我觉得我猜段丹辉会选择优质的陪伴，对吗？然后呢，你得全部说完，全部排完，我再告诉你。因为是我和他在接触过程中，他有时候会提出需要我，然后我觉得这时候我在，会让他觉得安心，或者是这就是一个我爱他的一个证明，然后让他感觉到很 OK。相对于其他来说，我觉得这肯定是第一吧，肯定是吧。你继续排呀，他不确定。哎呀。
接下来往下排有点难啊，我觉得他都需要，他都需要，我也会做出来。主要接下来，咱们先选第一个吧，怎么样？那很不好意思啊，那你选第一个个和最后一个吧。就可以，最嗯后一个排一个吧。最后一个我觉得是身体的触碰吧。我觉得这个点，慧慧，你觉得他答对了多少？很糟糕，2个都错了，啊，都错了，不及格。我压力小了多了，好那我开了一个坏头。但是其实他刚刚的解释，我觉得非常在道理，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我排的第一个是行动，因为像陪伴，我觉得你应该先行动起来，才能陪伴在我身边，就跟他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说我觉得你应该先行动，才能来陪伴。但他可能想的是，就是陪伴比较重要，但我会更看重你靠近我时，你付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出一些实际性的行动向我靠近吧？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对我来说是礼物的象征，因为真的礼物它不一定是字面上的一样东西的礼物，你只要是什么心意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5个里边吧，可以稍稍往后排，因为像其他几个语言啊，还有身体的触碰，我觉得都不太能减弱，特别是就是你可能把那个身体的接触排到最后一个，但我觉得如果2个人，不管是在热恋还是在平淡的生活中，一定是需要一定的身体触碰和接触的。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是想忍不住的靠近他嘛。但是你有一天，就是你可以跟我一天待在一块，然后你都不靠着我，那我真的会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这才是会真的让我疑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那慧慧来猜一下潘潘的。我觉得，我先排最后一个，我最后还没排完，他自己还第一个没想排出来。哎呀，最后一个很难，要不你们先吧，我最后一个真没想好。那你猜我吧。我猜你啊。触碰是最后一个。然后第一个是陪伴吧，我猜。我觉得小庄最后一个猜的应该是不对的。最后一个吗？难道你也是礼物？语言。我觉得继潘潘开了一个坏头之后，你也就延续了这个坏，你很糟。那所以叫知音啊。对，两个人都很坏了。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解释一下。你刚刚都在那儿自己打手机，说你自己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剪视频了，你肯定你都说你不需要我触碰了，那肯定。我没说，我只是感受不到，但我不是不需要。感受不到，我碰你感受不到。我真的会感受不到。那我重新猜一下啊。你不行，你已经猜错了。我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触碰是最后一个，但是不是，我也是会觉得礼物是最后一个。但其实我跟潘潘不是我跟潘潘，我跟慧慧是一样的，我也会觉得行动是第一个，然后礼物是最后。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但故意的。对，故意的。那你猜我感觉理由跟慧慧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我猜你的。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陪伴。我觉得是语言，有没有知音？然后你是第一个是语言是吗？他包是语言的，他第一个。没有，我猜。然后我觉得你的最后一个应该是礼物吧。你也没。我也是延续了一个。是吗？你也没好到哪去啊？如果要我排的话，我感觉我第一个会是触碰。你第一个会是触碰？对啊，就是他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在恋爱过程中你最需要哪个，或者说最不和然后依次往后走嘛。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触碰啊。就是我会需要一些腻在一块儿啊，不亲亲搂搂这样的，我会需要这个。你包括语言陪伴什么的，就是我都跟你触碰了，你难道不陪伴就不在我边上吗？你就肯定在我边上了。所以我觉得那你可以接受我我就一直在你边上触碰你，但是我不跟你讲话，我就一直这样触碰你。就这样，可以，可以一直触碰，因为你经常这样，你经常这样，我就可以。但最后一个。其实不好说。真不好说吧？真不好说。这6个都需要，其实。那5个礼物应该是。那我对了一半。对了一半，一共就俩。我还行，你一个也没对啊。那我猜小潘第一个是语言。我劝你换一个。什么？第一个是我最先想的，你换一个。
我觉得不是语言的话，那就是陪伴。你猜最后一个吧，欢迎最后一个。完蛋了，我也很糟糕了。最后一个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最后一个我觉得是礼物。完蛋了，我很糟糕了。我可以修改我就是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第一个是语言，是因为我俩不管是他的优点还是我不足的地方，都是沟通。就是那语言就是两个人主动说嘛，主动沟通。就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改，也是他很注重的一个东西，因为他就是有什么问题抛出来，就希望得到我的回馈和回复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语言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你公开一下。我是第一个排那个服务的行动，因为当我提出比如说一些需求，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然后这会儿时候如果你在的话，我心会很安心，我会很喜欢你。就是假如我都要主动抛出这个需求了，我真的很需要你了，段段辉，然后你这时候你来了，拯救神。所以我把这个行动排为第一。然后最后一个我为什么很纠结，因为我其实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就没有什么就是最不需要的，但我会把身体的触碰排在最后，因为我觉得语言、陪伴、礼物、行动，而且礼物是用心准备的，这四在相对而言身体可能是更表面的东西，然后我更喜欢就往深挖的东西，然后我也能感觉到通过这些深挖的东西感觉到你的想法，你的当时想表达的意思，然后这样子双方达到一个沟通的一个感觉。也有道理的。哇，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竟然会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序。所以我感觉大家表达的都不一样，但其实心想的都是一样的。就都很重要，其实都很重要，我觉得都需要。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除了礼物是有一些可能存在一些外在的因素来说，对我来说可能不需要，因为就是说你用心准备的礼物给我，那我只要你那个心就好了。其实你准备的礼物到底是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那我下次直接送你我的赤子之心。我也给你买个车票，你要 C 座吗？我也 F。F。我靠窗。那我们今天的酷酷聊到这里就是戛然而止了，但我觉得这期聊的还蛮轻松的。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们两对情侣有些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对，尤其是你们两个。知音。哇，你们两个真的有的时候会真的很像。下次就让我们送礼物时候，我们俩先探讨一下吧。对，我俩这个。你们俩互相给对方出一些馊主意。对，送我水晶鞋。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不论如何呢，即使是不管是在感情当中有在谈恋爱，或者是没有在谈恋爱的人，其实我们都可以就是获得很多很多的幸福，不一定获得幸福的方式只能是通过恋爱。但是我觉得这个爱的5种语言，其实除了可以询问我们的伴侣以外呢，其实也可以问一下我们身边其他重要的人，比方说朋友啊、亲人啊，可能也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答案。那我们今天的酷酷聊到这里就正式结束喽，大家拜拜，辛苦你们了，拜拜。